世界上没失败，除非你认输投降。别害怕去梦想，倾听内心的愿望。就算碰到阻挡，也一定会天天都有成长。现在就要出发，未来才能抵达。汗水和眼泪在飞扬，你努力的模样多么漂亮。带着勇气前往，拒绝半途返航。执着是我们的信仰，要用好的倔强，朝远方飞翔。阿华哥来了，他今天没带狗出来。上回走，哎，走，一起散步啊！哎，是啊。啊，上法哥，啊，你的狗没捞呀？我的狗被我的女儿带去台北住几天，我先走了。哎，尚无神的眼睛不是？妙啊！他被吓到了，被他吓到了。好，接下来要选的是本学期的学艺股长，请提名。精神，方怡，请坐。老师，老师，各位同学，我有几句话想要对大家说。就是从1年级到现在，我已经当了3任的学艺股长了，我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厚爱。可是新的学期，我很希望可以把这个机会让给班上的其他同学。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我是想要推卸责任，我是真的觉得班上还有其他同学可以担任这个职务。还有，如果新的学艺股长需要我当帮手的话，我一定会非常乐意的协助他。另外，我自愿继续担任班上的英文小老师，替大家服务。我一定会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的。所以，老师，可不可以不要把我列入学艺股长的人选？依依，请坐。大家都听到依依的请求了，可是老师没有办法做这个决定，因为提名的人不是我，是金城。好吧，那就让依依休息。我提名林爱芳好了。我好，那大家同不同意依依弃权？不同意的请举手。那就表示大家同意喽。佑君，你有没有发现依依她变了？依依又不是现在忽然改变的，从上学期老师让我们联合帮助她以后，她就慢慢变啦。真没想到哎，依依她现在会自愿做义务性的服务工作，把可以有更多绩嘉奖机会的干部职务让出来。哦，你们还是讲话快一点啦！我们手有在动啊，你没看见啊？反正我提名的人还是当然学艺股长啦。是啊，你都提名长得漂亮的女生啊。谁说的啊？明明就是啊。哦哟，你们快一点好不好？是的，班长。报告。老师，联络部。谢谢，不客气。爱芳，学艺股长要做的事，你跟依依交接清楚了吗？如果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可以随时问我哦。好，没问题。来，这些资料你先拿去帮老师影印。好，老师印好了，我马上回来。老师再见。拜 ，see ya。里面请，谢谢师姐。啊，师姐您好，这边请签名，然后这是基本资料，最后写完再给我就可以了。好，谢谢。麻烦您签名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班级经营的一点心得。我想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班级联络簿，
很别致，对不对？每一本啊，都是我跟学生的共同的心血结晶。那边有几本是我已经征求毕业的学生以及家长同意后带来给大家做参考的。联络簿一直是我跟学生之间沟通分享的桥梁，学生真心的在里面抒发心事，我也很用心的给予回应，就好像是在国中阶段的生命日记，也是心灵的殿堂。学生们因此很小心地爱惜自己的联络簿，生怕被人闯入窥探。现在，只要我一看到联络簿的封面，我就会想起那个学生的脸孔，甚至好多回忆都涌上心头。我想这种心情，在座每一位老师一定都能够理解。你们也都看过他。张妈妈，我是林爱芳，小雨同学，你记得吗？我记得啊，看过你啊。这是我游泳队的同学，阿姨好。阿姨好，你们好。里面坐，看要吃什么，单子在桌上，自己填。好。哎呦，我好饿。我看一下啊。啊，我要吃干面。你嘞？跟你一样好了。张妈妈好了。哎，小玉没有来吗？她放假的时候不是都会过来帮忙吗？有啦，她在后面洗碗啦。你要去找她吗？你自己去。不用了啦。老板，一碗干面。好啦。张妈妈，你先忙，我们不急哦。好，那你去做。好。哎，阿芳，快要游泳比赛了，你学艺股长的工作忙得过来吗？为什么不行？以前方一真的猜才多嘞，班上的事、比赛的事、交出的公事，他还不是都照做？难怪方一的嘉奖小功大功一堆。对啊，多到他都不稀罕了哎，所以他这学期才不想要再做学艺股长啦。哈，原来是方一不做，才轮到你哦。哎，客气一点好不好啊？我也是被提名以高票当选的哎。不过你们班的学股长不好当吧？你们老师要求不是很多吗？对啊，而且曾老师教过的班哦，都很不一样哎。你不是说你们班的联络簿都很另类吗？是啊，我还听说啊，曾老师设计的联络簿都很与众不同哦，内容啊还会年年进化嘞。啊，你是说我们班这一把联络簿是进化版吗？很有可能啊。小玉，我们自己来就好了啦。其他的等下就来了。原来脸书的同学就是他哦。奇怪，为什么每次他看起来好像都跟你很不熟啊？他跟谁都很不熟，好不好？又不是只跟我。吃面。曾老师，哎，周老师，有事吗？没什么事啦，只是要告诉你，你们班的成绩这学期比上学期进步很多，不但作业都有按时缴，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人迟交过呢。每次小考成绩也都很令人满意，真的很棒。谢谢你的赞美，这都是学生的功劳。我知道开学以来，各科小老师跟班级干部都很尽责努力，而且学生成绩好，表示你教得好啊。有好多同学都在联络簿上面写说，好喜欢上你的国文课呢。真的，太感动了。哦，对了，快考试了，我要赶快去出复习考的题目，期待你们班有好成绩哦。谢谢。报告。老师，测验簿都收齐了。谢谢。
然后这是早上小考后的成绩统计，我把同学错最多的题目都整理出来了。你整理得真好。哦，对了，你回去的时候看到林爱芳，帮老师跟她说，请她有时间的时候来把联络簿拿回去，发还给同学。好，谢谢老师。整理得还真仔细。再示范一次给你们看，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方，老师有事找你。老师，我先回教室啦。谢谢你哦。不是，这是我们班联络簿。联络簿啊，快点借我看。不行啦！干嘛那么小气？不然我的借你们看啊。你的我们没有兴趣啦。快点啦，看一下嘛。哇，你不要看了啦！封面都这么酷哦。哇，好看！你们班的十全大补他都一直在上面呢。对呀，你们老师的一半。我们去他们家吃东西，那个钟小玉的联络簿，他们怎么在看我班联络簿？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啊？哎，方一的借我看一下，稍等一下。哇！林爱芳，你这太过分了！要不是我雅兰经过看到，谁知道你们还看多久啊？我不是故意的，是他们一直说想要看我们班联络簿到底有多特别啊！我有坚持不让他们看啊，后来是不小心掉到地上，他们才拿去看的。什么特别的？我们班又不是动物园。就说嘛，他们要看，你是不会阻止吗？你要坚持，如果坚持的话，他们会所看到。对嘛，爱芳，你这次真的太过分了啦！我有阻止啊，可是就没有办法嘛。你做错事还敢那么大声啊？你这样等于是侵犯我们的隐私哎。我们的隐私如果被别人知道了，你要怎么弥补？他们又不认识我们班的人，只是随便翻翻啊。什么随便翻？我明明听到他们提到方一和钟小玉的名字，还有陈金城。什么？他们看了什么啦？他们只是好奇，好奇就可以这样吗？林爱芳，你太对不起大家了啦。就是嘛，太不应该了。对，太过分了啦！你们有没有讲讲话？班联络簿拿看可不可以啊？哪里讲？你叫你讲话。大家先安静好不好？老师来了。你们在吵什么？发生什么事了？爱芳，虽然你不是出自于恶意，但是身为学艺股长，却让别班同学看到了我们班联络簿的内容，这确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你也辜负了大家对你的托付跟信任。老师，我知道错了。不管对方是不是你的好朋友，但侵犯别人隐私就是不对。但你却没有及时阻止。所以，你的确需要向全班同学诚恳的道歉，知道吗？各位同学，晚自习快要结束了，大家可以开始收拾书包了。今天的好文章分享时间，老师要暂停一次分享，不是因为快要月考了，要让大家早点回去温习功课，而是今天班上发生了一件大事。什么事？我想你们心里都很清楚。开学以来，大家表现得都很好，所以我不希望一阵突如其来的龙卷风，吹坏了大家和平友善的气氛，影响了大家的心情。所以，爱芳有话要跟大家说。
不起，我错了，希望同学原谅我。我知道我说再多都不能改变我让别班同学看到联络部的事实，可是我希望大家能再给我一次机会。他们只是出于好奇心，很羡慕我们班有这么特别的联络部，所以才会想要看。是我没有坚持立场，没有负起学艺股长该负的责任。我再一次对大家说对不起，并且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有这种事情发生了。对不起。这次的联络部事件的确是爱芳的错，可是老师曾经说过，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希望大家能够体认，生命只会减少，智慧却可增长的道理。让我们一起拿这次的事件互相的勉励与警惕，也希望大家给爱芳一个改过的机会，让我们一起走过这场班级的风暴，好吗？林爱芳，爱芳，哎，你还好吧？爱芳，对不起哦。没事了啦。真的吗？我们刚刚被我们老师叫过去，狠狠的训了一顿哎。我们是把你害惨了。你说没事就没事啊。我知道你们没有恶意，事情过了就算了。那就好。我们还一直想说你会不会生气，就不理我们了嘞。我怎么会为了这种事情跟朋友绝交？你们想太多了啦。那太好了，为了向你赔罪，我们找个时间请你吃冰吧。好啊，你不能反悔哦。不会，我发誓，你要什么冰店都可以。他竟然说没事，而且还那么高兴，还有人要请他吃冰。那被看联络部我们呢？我们就活该倒霉吗？我为什么要原谅这种人？累坏了，来，我帮你按摩。不是身体累坏，是心里累坏了。怎么啦？又为了学生的事操心啊？你们班不是越来越好了吗？是没错啊，不过今天突然刮起一阵龙卷风，把班上的气氛吹得乱糟糟，灾情惨重。心情真的会影响身体哦。难怪今天会水肿得这么厉害。到底是什么事，让你这么费心？我们班的学艺股长林爱芳，她竟然让别班同学看到我们班的联络簿。哇，听起来好像很严重哎。是啊，不过林爱芳已经郑重向同学道过歉了，再经过我一番小以大义，目前已经风平浪静了。哦，听起来也不难处理啊。那当然，这一班一路带到现在，在我的精神熏陶下，我们班的团结跟包容的心可是很强大的。这一点我倒是很有自信。那就好，这样啊，你就可以安心的睡觉了。连医师不是说过，睡前千万不要想东想西的，以免影响睡眠。嗯。林爱芳，你凭什么这样对待别人？你以为人缘好就可以这样子吗？这就是你交朋友的方式吗？我绝对不原谅你，我一定要让你得到应有的惩罚。喂，陈金城哦，我是钟小玉，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哦。什么？原来林爱芳的道歉都是假的？
我要告诉简明静。轩轩，你跟雅兰说，梁爱芳她根本就没有悔意。过分，一定要给他更大的惩罚。你们知不知道林爱芳她真的很过分？什么？好啊，你们要联署，我就联署。对啊，一定要给她一个教训。这样不太好吧？我也觉得这样有点过分耶。难道林爱芳不过分吗？他们怎么可以这样说我？我知道我很不对，可是我不是已经道过歉了吗？爱芳，我真的有这么讨人厌吗？爱芳，你怎么是这样讲你自己啦？可是他们写的就是这个意思嘛。真是的，怎么会变这样？老师来了哎，爱芳老师来了。你们在干什么？是谁发起的？是谁？给我站出来！是我。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林爱芳，要。老师，很高兴你来教我们。谢谢。钟小玉，一个人如果长久以来都不受到注意，那么他可能是因为表面想要自我保护，可是时间如果一久了，就会导致心态上面的不平衡。因为过度的压抑之后，某一件事情的刺激就会突然爆发出来。是我忽略了小玉。也许就像雅萍说的，这件事引爆了小玉压抑的情绪。相对于爱芳的交友广阔，内向又不善交际的小玉，很可能因此被刺激出对爱芳的反弹。可是为什么班上有那么多同学会跟着人云亦云、兴风作浪，做出这么不理智的行为呢？他们的判断力到哪去了？不行，我不能让班上同学的情谊就这样破碎了。你们现在这样子，老师怎么帮你们复习？这样好了，这堂课你们先自习。国文小老师，请到前面来。老师先出去一下，你看着同学自习。找到你了，朱老师，怎么样？我们班我叫他们先自习，这种状况下复习怎么可能有效果？我想也是。曾老师，你还好吧？我目前 OK 啦，比我一看到那个联署书，那种五雷轰顶的感觉，现在要好多了。那我就放心了。对，曾老师，那你想好接下来怎么做了吗？我常跟我的学生说，最大的生气就是不气，而最大的惩罚呢，则是不罚。不气，不罚。我想，他
他们现在一定很忐忑不安的，想要接受我的责备或是处罚。可是我偏偏要反其道而行，我不想他们因为我的生气而认错。我要给他们一段恐怖的空白，让他们的良知慢慢的发酵、觉醒。可是这听起来蛮难的哎。不，一点都不难。3天以后就是月考，我不用进自己的班级监考，所以我决定3天不进教室，让他们想要道歉、认错都找不到我。我想，这应该可以更加深他们内心的恐惧吧。那然后呢？我想在家写一封信，麻烦你3天之后的国文课念给他们听。还有啊，我想用3天的空白，唤醒学生善良的本性。可是没想到，我自己的心情却一直无法平静。我对这个班级一直有很高的期许，把他们视为班级经营的成功个案。没想到，竟然会发生这么严重的集体事件，这不是很讽刺吗？玉珍，学生的家长找你。都是林爱芳的妈妈。林爱芳的妈妈，你的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啊？啊？为什么同学会做这么残忍的事情？老师，谁没有子女？难道他们这样欺负一个小女孩，你心里不会难过吗？我懂。老师，我求你帮助爱芳。我看她现在痛苦的样子，我这个做妈妈心里也很难过。我求你一定要帮助她，好吗？请您放心，这件事的后续我还会继续处理的。我知道爱芳也有不对，她已经跟我说了。可是就算她再怎么不对，他们也不能用这种方式报复同学，这样子对吗？老师，我求你一定要帮助她，好不好？爱芳妈妈，您说的我都了解，我很抱歉让这种事情发生，请您再给我几天的时间，我会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的再教育他们。也要请您告诉爱芳，千万不要不来考试，再怎么样，事情都会过去的。老师，我一切拜托你，拜托你了，是拜托你救救爱芳。妈，你不要这样了。爱芳。喂，爱芳，想开点，不要太自责了。要不要先去休息？身为母亲，我很了解爱芳妈妈的痛苦。这件事不只伤了爱芳，也深深刺伤一个母亲的心。玉珍，你总是为了别人家的孩子，不，为了你的学生劳心劳力。你说什么？什么别人家的孩子？他们不是别人家的孩子。对不起啊，我知道他们都是你的学生。你这么聪明，聪明！我要是聪明，就应该把他们当成别人家的孩子。哎呦，玉珍，算我说错话了好不好？你大概是太累了，去吃个药睡一下。我不要！
告诉你，我一点都不聪明，我就是太笨，所以从来没有把我的学生当成别人家的孩子。玉珍，玉珍，真是的，怎么会在自己老婆面前特别不会说话呢？为什么会这样？我以为我这样做会很痛快啊，可是我现在怎么一点快乐感觉都没有？糟糕，我知道了。我今天不是请假了吗？真光，你怎么没上班？你起来啦！本来想说做好早餐再上去叫你的呢。哦，9点多了，你怎么没有去公司？我送阿凯阿伟上学后又回来的，我跟公司请过假了，上午会晚一点进办公室。赶快来吃早餐，来。为什么？先喝点果汁，现打的哦，又新鲜又好喝。你昨天晚上啊都没睡好，我是怕你今天早上身体会不舒服，所以我就准备。哎呦，你何必这样呢？照顾太太本来就是先生应尽的义务啊。怎么样？那封信你想好怎么写了吗？还没有啊。不过我今天会好好想一想要怎么写。不急，先吃个营养早餐，听听音乐，脑细胞就不缺氧，你自然就会有灵感啦。吃完早餐呢，记得吃药哦。现在已经开始考试，不知道我的学生他们怎么样了。希望他们没有因为这次的事影响了考试的成绩。你看你，就算人在家里，心还是绑在学生身上。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啊！而且我是请假，不是放假哎。更何况我请假也是为了他们啊。昨天晚上，对不起，我说错话，伤你的心了。昨天晚上，哈，我早就忘了。而且又不是你的错，是我自己心情不好，再加上我脑子里都是林爱芳妈妈的哭声，所以才会搞得心烦意乱的。只是啊，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不通哎。什么事啊？就是我带这个班级带了这么久，为什么因为小玉的一句话，然后他们就发动联署，这样让我感觉我近似语教学很失败哎。你想太多了。玉珍，我想你班上的学生不是不知道是非对错，只是青少年时期总是喜欢从众。从众？是啊，我以前念国中的时候，还不是跟同学一起去偷摘别人家果园的水果，还偷过别人家的香肠哎。所以这种事，只要有人带头，后面自然一堆人跟啦，人多了，胆子就大了。可是明明是不对的事情，你们为什么要做？哎，就是一种同仇敌忾的心理嘛，就是一种站在同一阵线的感觉啊！哦，我想我懂你的意思了。只是因为这件事情已经到人身攻击的地步了，身为老师的我，当然要找机会教育他们啊，要让他们知道，不要只看见别人的错，而看不见自己的恶。好，快吃早餐吧，啊，来。爱芳，你要不要到外面走走啊？对啊，到回社吃东西好不好？我请你吃啊。不要。奇怪，这几天怎么没看见老师？连早自习也没来。不知道哎。
师。喂，依依。朱老师，怎么了？我想请问一下，我们老师去哪里了？他怎么都没有来监考？你们老师啊，曾老师他请了3天假。请假？为什么？这我也不太清楚哎。那谢谢老师。不会，你们好好考试，不要想太多。有什么事情等考完试了再说。嗯。怎么样？做错了吗？朱老师说，老师请了3天假，原因他也不知道。那现在怎么办？就只能等吗？朱老师说要我们先好好考试，有什么事情等考完试再说。我想老师大概已经对我们失望透了吧？也被我们气疯了吧？可是3天后，老师会来吗？老师会不会一气之下从此不教我们班了？不会啦，老师一直鼓励我们不可以轻易放弃，做什么事情都要积极努力，他才不会放弃我们呢。不然依依，你要不要晚上打给老师啊？我考虑一下合不合适。谁也没想到小玉会有这一招，真是太毒了。你现在会说毒，那联署的时候呢？你怎么不跳出来阻止？我怎么知道后来会那样一发不可收拾啊？对啊，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同情小玉啊。小玉在学校就是一副弱者形象，这爱芳哦，当然会让人家觉得她是一个强者啊。所以小玉哦教大家签联署的时候，大家都以为是她行侠仗义，可是现在仔细想想，真的太冲动了。可只是冲动，根本就有点幼稚。对啦，是有点幼稚。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我还不如希望老师哦，把全班跑操场，总比现在这种生死未定的状况好吧？希望你们都能明白老师的心意。喂，你好，请问曾老师在吗？啊，师长好，我是曾老师班上的学生，我叫方依依。啊，他已经睡了。好，没关系，那我就不打扰了。那麻烦师长跟老师说一声，我有打电话来过。这样就可以了。谢谢师长，晚安，拜拜。要不是你终于把信写完了，我看你一定还是继续失眠。朱老师，麻烦你了，谢谢。不客气。起立，起立。老师好。同学请坐。
各位同学，这句近似语你们应该都很熟悉，这是曾老师教你们的。他的意思，你们也应该都能了解。如果有不了解的，听完这封曾老师写给你们的信之后，我想你们也都能够理解。亲爱的孩子们，想必这3天，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这也是我带班以来碰到的最大考验。这件事让老师开始怀疑平日的用心教导是否不曾在你们心里留下一点善念的痕迹，让你们自我管理的原则怎会沦为你们利用人性弱点的工具？否则，同学间的互动怎会到如此不堪的地步？社会上丑恶的小人锐面怎会出现在你们天使般的脸庞？你不觉得你很过分吗？你现在哭有什么用？对，太过分了啦！讲话，办电话。我是钟小玉，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哦。什么？原来恋爱犯有道歉都是假的。好啊，你们要联署，我就联署。对啊，一定要给他一个教训。不喜欢某人是你们的自由，没人可以强迫。学艺股长纵有万般不是，也轮不到你们替天行道。何况这并非正道。范某某联盟是这么低级粗俗的字眼，老师又不敢写，何况发于身？你们怎么不觉得汗颜？联名的人怎么签得下去，而不觉得污秽？刚开学时，有2个男生口出秽言，尚且被老师教训过，何况这次集体的行为？孩子们，我们面对别人的错，要先反问自己，是否也重蹈覆辙？要改变他人之前，要先改变自己。要救人，就先自救。人与人之间一定有摩擦，因为大家都是凡夫。但我们可以试着用包容的心，最起码可以用同情心来看周遭的一切，不要将自己沦为没有人文品质的人。听完这封信，希望你们大声把生活公约念出来，那是我对自己和你们最大的祈勉。祝福大家福慧增长。导师曾玉珍。起立，有座。人生无常，把握当下，缩小自己，成就别人。凡事用心，脚踏实地，知足感恩，善解人意，肯定人性，自我管理，欣赏生命，活出意义。同学们都请坐。你们妈妈以为啊自己会好，现在怎么办？这么说来，阿梅的眼睛是不可能好了。我们一定要接受这个学生吗？能推的话，学校当然推啊。但是这个学生呢是被裁定强制转学，我们不可能不接受啊。这个学生真的有这么可怕吗？单凭我们手中的资料，就要把他妖魔化？孔豆也好啦，我可以只记得你们年轻的样子，我孙呢小时候可爱的样子，阿牛不是也好？你的学生啊，肖文凯来向你报道。肖文凯，今天我们班有一位新同学，让我们大家掌声欢迎他。哎，肖文凯，你要去哪里？现在到时间呢。你们看，这不是我们写给肖文凯的卡片吗？他居然把它丢到垃圾桶，哎！跟老师分享一下你的武功秘籍，让老师认识你。恶心！什么联络本写心事，这样子就想要收买人心哦？我就不相信他真的希望你去他们班上。收没收业？来班了，不要跑！我知道对你来说，这世界有一点